女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处神秘洞穴，为了一探究竟，她在同伴的帮助下利用一根绳子爬了下去。没想到刚刚到达洞底，身后紧接着就传出了一声恐怖的嘶吼。女人惊恐地转过头去，竟然看到黑暗中伸出了一只惨白的大手。2024最新恐怖电影《神秘窥视惊悚来袭》，谁又会想到在如今的爱尔兰北部森林中，竟还隐藏着一群如此恐怖的巨型生物？故事开始，女主米娜本是一家宠物超市的管理员。这天，她收到老板的委托，要将一只鹦鹉送到200公里外的客户手中。米娜虽有不悦，但也只能勉强答应。第二天一早，她便带着鹦鹉驱车前往。本以为会是一次轻松愉快的短途旅行，不料却成为了米娜这辈子都不愿再提及的恐怖经历。当车子行驶到爱尔兰北部的森林深处时，本来快阔平坦的公路变成了临街的羊肠小道，四周的树林也变得愈发茂盛浓密。遮天蔽日的树冠阻挡了大部分的阳光，笼子里的鹦鹉似乎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还没等米娜有所反应，负责导航的手机屏幕便开始疯狂闪烁，紧接着车上的所有电子设备全部失灵，汽车也突然间诡异的熄火停了下来。米娜多次尝试却始终没能成功启动。What happened? 女人下车查看情况，发现引擎不知何故已冒烟损坏。眼看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一个女孩独自留在森林里相当危险。她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块标识牌，于是米娜决定带上鹦鹉继续深入，希望可以找到附近的住户寻求帮助。Hello? My car broke down. I need some help. 不料米娜刚刚走出去几步，等再次回头时，她却惊恐地发现，刚刚停在原地的汽车竟然凭空消失，就连来时的那条路也诡异地消失不见。而更加恐怖的是，树林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紧盯着她的一举一动。Where is it? Shit. 就在米娜绝望之际，一群乌鸦突然从她的头顶快速掠过，似乎是受到了某种惊吓，在疯狂逃命。紧接着脚下的土地开始颤抖不止，一声恐怖的嘶吼划破了林中的宁静。米娜惊恐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。就在这时，一道人影忽然闪过，米娜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，急忙朝着人影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。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，一栋非常突兀的建筑出现在了米娜面前。人影对着米娜说道 If you care for your life, you're going to have to run. 然后不由分说开始了5秒钟的倒数。米娜不敢有丝毫犹豫，朝着大门跑了过去，终于赶在最后1秒结束前冲进了房子。对方则立即将厚重的铁门层层锁死。房子里除了刚才的人影，还有另外2个年轻人。Who are you? 为首的女人名叫马德里，另一名女性是齐拉，男孩名叫丹尼尔。他们都是迷失在这片森林中的幸存者。还没等米娜搞清楚眼前的状况，就被齐拉引导着站在了铺满整面墙的镜子前。外面又一次响起了那种恐怖的嘶吼声。马德琳解释说，森林里生活着一种极其恐怖的生物，每当夜幕降临，他们就会趁着天黑出来活动，但只要乖乖地站在镜子前供他们欣赏，怪物便不会主动攻击他们的房子。这面镜子由单向透视的玻璃打造，仿佛是有人刻意为之，目的就是让怪物可以更好地观察他们。马德琳形象地把房子比喻成了羊圈，而外面的怪物则被他们称为窥视者。米娜不可置信地在镜子前坐了整晚，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，镜子里的倒影才慢慢转变成了外面的景象。We're leaving, Darwin. 米娜不顾3人的劝阻，骑着鹦鹉急匆匆离开了房子。她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怪物的存在，马德琳的说辞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而已。可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，不管米娜朝着哪个方向走，却始终无法走出这片森林的范围。好不容易爬到了一处山顶，放眼望去，远处层峦叠嶂的群山让她直接崩溃。You're not the first to have tried getting out. 原来马德琳等人也曾尝试着离开这里，但很可惜每次都会以失败宣告结束，仿佛他们被困于一个大型的狩猎场内，终年不散的雾气变成了圈住他们的栅栏。所幸不知何人以房子为中心，呈放射状在树林中设立了无数的警示牌，只要他们的活动范围不超过这个界限，就可以确保在夜幕降临之前回到房子。可米娜依然怀疑这是马德琳在蛊惑众人，因为自始至终她都没有见到过窥视者的真实面目。这天，齐拉带着米娜外出寻找物资，毫不保留地向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。半年前，她和男友约翰来到这里探险，同样在森林里迷失后遇到了马德里。约翰不甘心一直被困在这片诡异的森林，最终无视大家的劝阻，执意要离开。
6天前独自外出后就再也没能回来。出话间，两人来到了一处地洞跟前，据说这里是窥视者白天躲藏的地方，整个森林里随处可见，如同地铁系统一样呈网状分布且相互连接。And as long as the sun's out, there's nothing to be afraid of. 这片森林里住着一群狂暴嗜血的怪物，他们昼伏夜出，神秘莫测。因此，女人给同伴们立下了几条规矩：天黑后切不可开门外出，永远不要背对着镜子，不要因为好奇而靠近地洞，这是想要在森林里生存下去的保命规则。可米娜对怪物的存在始终持有怀疑态度。这晚，她趴在镜子前研究了很久，仔细倾听外面也没有一丁点的动静。为了验证自己心中的猜测，米娜果断背对着镜子侧身躺下。不料片刻过后，突然传来了敲击玻璃的声音。惊醒后的马德琳急忙安慰米娜不要惊慌，只要站在原地不动，对方很快就会离开。果然，不久后敲击声逐渐消失，但即使这样，却依然没能打消米娜内心的疑虑。第二天，他找到了年纪更小的丹尼尔，试图从他嘴里获取到些许有用的信息。当得知对方也没有见过窥视者的时候，米娜更加坚信自己的猜测，窥视者就是马德琳编造出来吓唬他们的故事而已。You don't believe her? No, I don't think you do either. 其实丹尼尔也曾对马德琳有过怀疑，米娜这番话正好让他的内心再起波澜。于是两人当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们找到了一处洞穴，准备利用绳子下到洞底一探究竟。片刻之后，米娜顺利到达底部，却被眼前的一幕直接惊掉了下巴。这里随处可见遗留下来的生活物资，一份1992年发行的报纸，一部老式的摄影机，竟然还有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。为了打破马德琳的谣言，米娜决定将这些东西带回去，向他们证明地洞里根本没有怪物的存在。不料就在这时，那种熟悉的恐怖嘶吼声再次传来，紧接着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。不过这件事也让米娜彻底相信了马德琳，两人谎称是在一块石头下发现了这些东西。马德琳心知肚明，却没有当众揭穿。他警告米娜不要再试图挑战规则的底线，窥视者可不会给他们任何撒谎的机会。但没想到这次的鲁莽却给众人带来了不小的收获。丹尼尔竟然修好了带回来的摄像机，只要连上电视机的屏幕，摄像机马上就变成了一个画面实时传输的监控摄像头。晚上，众人把摄像机放到了室外，希望可以看清楚窥视者的真实面目，但对方似乎也早有察觉。日落后迟迟没有见到窥视者的身影。 Where are they? They should be here by now. Just act as if everything is normal. All right. 正在众人疑惑之际，外面突然传来了敲门声，可屏幕上显示的并不是什么窥视者，而是一个光着身子的人类形象。紧接着，齐拉朝着大门走了过去，因为外面竟然传来了她男友约翰的声音。可没想到，下一秒，马德琳就将准备开门的女人拦了下来。她解释说，窥视者不仅可以模仿人类的声音，甚至可以变身成人类的模样，引诱大家开门。为了确定外面的男人是不是约翰，他让齐拉问对方一个只有他们知道的问题。齐拉问男人他最近正在读的一本书叫什么名字，这是男友送给自己的礼物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没想到对方竟然支支吾吾答不上来，还不断催促着女人尽快打开房门。这时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不对劲，齐拉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他让对方俯身下去对准摄像头，这样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男人的样貌。紧接着众人死死盯着电视机屏幕，对方无奈只能照做。没想到外面竟然真的是齐拉的男友。而就在齐拉追悔莫及之时，门外的摄影机突然遭到破坏。感受到了来自窥视者的愤怒，4个人急忙排好队站在镜子前面，但外面击打玻璃的声音并没有停下来。玻璃一旦被打碎，他们必死无疑。可就在玻璃被砸出一道裂纹时，外面瞬间又没了动静，似乎是给了他们最后一次警告。米娜此时才承认了自己去过洞穴一事。马德琳气得把自行车又给扔回了原地，并警告所有人不要再去破坏规则，因此带来的后果可能是他们无法承受的悲剧。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，大家又回到了最初的平静生活，但米娜并没有放弃离开的念头。她把周围的地形摸得一清二楚，并在房子里绘制了一幅简易的地形地貌概要图。时间很快来到了冬季，
野外能够捕猎到的食物越来越少，负责捕猎的戴尼尔与马德琳之间的矛盾却越来越深。希拉经过上次的事件后，整天浑浑噩噩，似乎每个人的心理防线都已接近了崩溃的边缘。但很快发生了一件事，让大家本已松弛的神经再度紧绷起来。这天，戴尼尔和马德琳一起出去捕猎，他竟然利用绳索捆住了马德琳的双手。米娜见状，急忙上去帮忙。可等两人解开束缚，回到羊圈时，才发现戴尼尔竟然把他们锁在了门外。任凭两人苦苦相求，戴尼尔却始终不肯开门。此时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成群的乌鸦再次低空飞出了树林。要不了多久，窥视者就会发现两人的踪迹。无奈之下，马德琳只能拉着米娜躲了起来。两人藏身于一片长满苔藓的枯枝下面，希望腐烂的落叶可以掩盖他们身上的气味。没想到窥视者还是很快就找到了这里。两个女人正在躲避怪物的攻击，突然一滴液体落在了米娜的头上，她缓缓抬头向上看去。紧要怪头马德琳捂住了米娜的口鼻，怪物这才从他们头顶一跃而过，没有发现两人。直到这时，米娜才算是看到了怪物的真容，那是一个体型接近3米的类人生物。还没等两人有所反应，四周随即响起了嘈杂的脚步声，成百上千只窥视者从地洞中倾巢而出，汇聚到一起后，朝着羊圈慢慢靠了过去。房子里的两人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种场面，戴尼尔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恐惧，喊了出来 They're not here! They're not in here with us! 怪物似乎听懂了他的意思，随即四散开来寻找其余两人的踪迹。而米娜两人正好趁机来到了门前，好在这次男人没有再继续执迷不悟。为了平息窥视者们的怒火，众人急忙站成一排面对镜子。也就是在此时，马德琳向众人讲起了自己的经历。他原本是一名研究志怪古籍的民俗专家，无意间从一座古墓中得知了这片森林的秘密。这群古老的生物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，他们在不同的时代被冠以不同的称谓：精灵、仙子、异人、树妖。他们非常善于模仿人类。马德琳就曾见过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窥视者，很可惜对方的动作极其不协调。他们之所以把众人困在这里，就是为了方便他们更好的研究与学习。 And that is why they will never let us leave. 就在这时，突然响起了敲门声，随后大家就相继听到了自己说话的声音，似乎是窥视者在向众人炫耀他们的学习成果。 They're going to get in. 众人急忙推来桌子抵住房门，也就是在此时，他们有了重大发现：地毯下面隐藏着一块铁板，而铁板下面竟然还隐藏着一道暗门。戴尼尔使出吃奶的力气将其打开，外面的撞击声越来越猛，众人来不及过多思考，陆续钻了进去，终于赶在窥视者破门而入的瞬间关闭了暗门。下面是一间封闭的实验室，像极了末日环境下建造的避难所。米娜在电脑里发现了这座堡垒的秘密。画面中的马丁教授花费巨资打造了这座房子，他比马德琳更早发现了窥视者的存在。在接下来的研究过程中，教授发现他在观察窥视者的同时，自己也成了对方观察的对象。慢慢的，窥视者们幻化出了教授的模样，但由于缺少更多的观察数据，他们幻化出来的人类都有瑕疵。于是教授高薪从附近城镇骗来更多的单身工人，既能充当他们的观察对象，也能充当他们的食物。太多无辜的生命死在了这片土地。 All in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, I suppose. Oh my god.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，教授发现了一个被逐出族群的窥视者，他每次都是独自外出活动。果然，在下一段视频中，教授竟然把他抓到了实验室里。米娜急于想知道教授的下落，直接点开了最后一段视频。教授的研究似乎遇到了什么挫折，他心灰意冷的想要与窥视者同归于尽。如果有人看到这段视频，说明已经被困于此。教授给众人指明了一条逃生路线，首先要找到134号警示牌，再跟着鸟群飞行的方向继续向前，就可以找到他来时留下的船，顺利离开。但他希望脱险的人可以前往自己的办公室，帮他销毁里面所有的研究数据，以防被有心之人利用危害社会。说完后，教授拿着猎枪走出了密室，随即又传来了2声清脆的枪响。虽然不知道教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但能够离开这里绝对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。4个人激动的整夜未眠。第二天一早就按照教授指示的路线整装出发，经过半天的行程，终于到达了134号警示牌。这时米娜带来的鹦鹉终于派上了用场，几人快步朝鹦鹉飞走的方向继续进发。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，几人在半路上遇到了一块巨大的石雕，
上面的图案像极了长着翅膀的窥视者。马德琳再次向众人讲起了一段传说，据说人类与精灵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大战，战败后的精灵被放逐到了地下深处的墓穴，慢慢的他们失去了引以为傲的魔法和翅膀，退化成了现在的窥视者。虽然最终他们还是回到了地面，但却被古老的诅咒禁锢在这片森林之中，永远无法离开。说完后，众人继续赶路，天色越来越暗，留给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少，众人的脚步也只能越来越快。就在这时，一大群乌鸦从头顶呼啸而过，随之身后就传来了恐怖的嘶吼声。所幸众人在怪物赶到之前跑出了树林，教授留下的船就停在不远处，几人慌忙冲过去准备逃命，可丹尼尔却突然停下了脚步，他竟然在树林中看到了约翰求救的身影。三个女人将船推进河里，才发现丹尼尔没有跟上来，回头就看到他把约翰拖到了岸边。齐拉大声呼喊那不是真正的约翰，可此时对方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。窥视者一把将丹尼尔的腿部抓伤。大批的窥视者相继赶到岸边，却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小船离他们越来越远。小船顺着河流一路飘进了市区，看见远处驶来的大巴车，众人悬着的心这才算是有了着落。很快来到了几天以后，米娜遵守承诺来到教授的办公室销毁数据，他在这里发现了更多窥视者的资料。原来精灵与人类曾经有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期，甚至还通婚生下了很多混血的后代，这些人被称之为半生人。直到精灵被人类驱逐到了地下，有关半生人的记载也随之消失。米娜还在办公室里发现了一叠照片，看过之后女人的脸色马上有了变化。米娜连夜赶到了齐拉的住处，向他展示了自己发现的照片。照片中马丁教授的妻子竟然与马德琳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教授的妻子早在20年前就已经去世。那么与他们一起逃出来的马德琳又是谁呢？联想到教授曾经抓到过一个窥视者，那么所有的谜团也就有了答案。马丁教授之所以这么痴迷窥视者的研究，其目的就是为了复活自己死去的妻子，或者是想找到一个完美的替代品。可由于窥视者没有见过教授妻子生前的模样，所以幻化出来的替代品总是不能让他满意。最后教授便有了与窥视者同归于尽的想法，而那个被教授抓到的窥视者正是人类与精灵的混血后代。出于对人类祖先的憎恨，窥视者们才不允许他跟着族群一起生活。当年教授很有可能就是被这个窥视者反杀，他却以教授妻子的模样活了下来。由此可以大胆的推断，现在的马德琳就是当年被抓到的那个半生人，他身上拥有一半人类的血统，所以才会不惧阳光白天出来活动。正在说话间，一辆车子进入了两人的视野，而下车之人竟是刚刚购物回来的齐拉。米娜瞬间明白了一切，眼前的齐拉也是一个假冒伪劣商品。不知情的齐拉刚进屋就遭到了女人的攻击。随后马德琳不停变换着各种身份，肆意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愤怒。马德琳准备亲手杀掉米娜，并以她的身份继续活在这个世界。危急时刻，女人不再隐瞒，随即把马德琳半生人的身份告诉了她。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他把调查到的所有东西和盘托出，并劝说马德琳放下几千年前的仇恨。如果想要继续留在人类世界生活，就必须学会人类的爱和宽恕，否则只会被当成怪物一样看待。米娜劝他留下来寻找更多的同类，这样才不会被孤独与愤怒笼罩。这番话似乎点醒了马德琳，伴随着女人的一声吼叫，她竟觉醒了精灵的天性，背后随即生出了一对健硕的双翅。米娜转身走出房间。I hope you're right, Mina. 所有的一切又都回到了最初的模样。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米娜总感觉有双眼睛在默默关注着她。她知道那是马德琳的眼神，但米娜却没有感觉到丝毫的害怕，因为是她让对方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。以上便是神秘窥视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支持一下，咱们下个电影再见。